一天晚上，约翰正白痴市长点外卖时，发现外卖小哥偷吃，气得掏出家传毛兵连弩，沿街追杀，把路边一家成人影像店的橱窗给砸了。克瑞斯和同学正巧撞见，赶紧冲进去捞了一大堆带劲儿的片子，回家走在卧室里欣赏，还好心叫上了饺子，要给他启蒙启蒙。这一幕被路易斯撞见，气得他火冒三丈。克瑞斯解释说，学校把性教育课停了，他偷看小电影完全是出于好奇和学习的心态。路易斯一听更生气了，表示学校实在太荒谬了。没有性教育的话，孩子们就会对性很迷茫，做出许多荒唐事来。他决定毛遂自荐，去克瑞斯的学校当这门启蒙课的老师。皮特对老婆的决定非常支持，说他们老皮家都是当老师的好材料。想当初他去给瘾君子们上理财课，教育他们多生孩子少嗑药，万一哪个孩子长大出息了，他们就能嗑着大把的药安享晚年。转天路易斯顺利成为性教育课老师，然而他刚上第一堂课，皮特就来凑热闹捣乱了。这货自认为是一代性学大师，拥有极其丰富的实战经验。要了这方面的资历，倭瓜男可有话说了。皮特掏出玩具，开始当堂给学生们演示。教完第一堂性教育课后，路易斯把皮特赶回家里，认为他的胡闹毁了自己的教育计划。转天他再去学校时，忽然发现门口堵满了家长，都是来抗议他教的课。他以为是皮特胡闹的原因，其实不是。大家之所以抵制路易斯上课，是因为他教孩子们使用安全套。家长们认为这是在助长学生乱搞，他被当场炒了鱿鱼，甚至不能再接近学生。校方又雇了一名牧师来当性教育课老师。这个小矮子主张禁欲，结婚之前绝对不能有性行为。在他这一番口若悬河的鼓吹之下，学生们都开始奉行禁欲主义，其中就有梅根和他刚勾搭上的小伙子道格。两人刚见第一面就碰撞出了火花，可谓一见钟情。牧师给学生们分发了猫眼石戒指，作为他们坚守贞洁的信物。梅根回家后也劝皮特禁欲，并给他看了一本劝诫的书，上面写着纵欲的人死后会被无数恶狗吃掉那玩意儿。皮特吓得脊背发寒，决定加入戒欲队伍。当晚，路易斯穿上情趣阔子服又来撩汉，皮特却不为所动。路易斯扯下他的裤子一瞧，发现老公居然给自己穿上了贞洁带。他得知实情后，气冲冲地闯进梅根的卧室找女儿理论，却看到了惊人的一幕。早些时候，梅根和道格温存之际出现了一个大烦恼，他和道格正是因为拥有共同的禁欲理念才走到一起。但随着感情进一步升温，他们越来越渴望进一步的亲密接触。两人思来想去，决定用一种折中的办法补偿对方。这个办法就是用耳洞代替。没想到道哥也是无铅教派成员。路易斯苦口婆心地劝诫梅根，说用耳洞做实在是太变态了，禁欲本就是违背人性的，追求快乐才是王道啊。他越说越起劲儿，早把梅根给吓跑了。小布在门口偷听，激动的心肝都在颤抖。转天，小布看电视时，得知约哈镇的学生流行起了用耳朵做，无铅教派香火兴旺啊，风水轮流转。最近是皮特能坚持无性生活，路易斯却欲火焚身，受不了了。他天天晚上引诱皮特破戒，皮特最后受不了了，按着他要用耳朵做，画面太美，所以关灯了，请大家自行脑补。路易斯差点变成了聋子，气得一脚把皮特踹下床。他心说软的不行，老娘就来硬的，便像母老虎一样把皮特扑倒，拔下他的贞洁带。皮特一开始哭天喊地，死活不肯，大喊亚别呆，完事之后却大呼真香，去他的禁欲主义。路易斯决心将孩子们从傻逼牧师的洗脑中拯救出来，于是和皮特偷偷潜入学校，几句话就把学生们给劝了回来。梅根和道哥打算偷摘禁果，结果这渣男提裤子就不认人了。镜头一转，饺子在家里闲玩时，一颗乳牙忽然掉了。克瑞斯见状对他说：“你把牙放到枕头底下，牙仙子就会过来给你1块钱。”要是别的小孩听到这话，一定会为即将到来的礼物兴奋不已。饺子的脑回路却异于常人，他一听牙仙子能在任何小孩入睡时闯进家门，出现在其身边，顿时对他的权利又羡慕又畏惧。小布最清楚饺子疯狂的小脑袋瓜里在想些什么，忙煽风点火说：“啊，对，牙仙子可以在你睡着时拔下你的腋毛塞进你的嘴里。”饺子一听恶心坏了，虽然他这个年纪还没有腋毛。饺子决心抵御牙仙子的入侵，他搬出玩具军团，并封海绵宝宝为护驾将军。当晚一夜无事，第二天饺子醒来后，发现枕头底下不知不觉多了1块钱，他吓得面无人色。牙仙子竟然能轻易进入他的卧室，当然也能轻易掐断他的脖子。饺子计划引诱牙仙子再次出现，设下伏兵将其斩于马下。他半夜偷了邻居色老头的假牙当诱饵，牙仙子却没有出现。饺子觉得可能假牙代替不了真牙，便和小布商量计策。偶然得知吉莲在吃一种能让身材保持火辣的减肥药，但代价是每天都会上吐下泻，导致脱发掉牙齿。他灵机一动，约吉莲去吃饭，顺手拔了他第1颗牙。到了晚上，饺子在家里布下天罗地网，决心让牙仙子有来无回，结果却抓住了小布。饺子担心他是牙仙子伪装的，为了自证身份，小布大喊：“我的马子是弱智！”脱身后，小布坦白牙仙子不过是唬小孩的话。他之所以不早说，是不想破坏饺子的童年幻想。
谁料到这家伙的幻想这么特别呢？饺子这一天从新闻上得知，之前在表演艺术学校跟他合作又闹掰的女童星奥利维亚从好莱坞搬回约哈镇了。新闻上说他曾一度是某款果汁的形象代言人，可是后来这家换人了。不过奥利维亚还有拯救自己事业的最后机会。这个周末，他将在约哈商场为一家童装店主持开张剪彩。饺子一听，心里酸溜溜的，决定狠狠搅局，让奥利维亚一败涂地。不料他还没动手，再见奥利维亚时就被其美貌征服了，捣蛋鬼变成了怀春 baby。他凑上去和奥利维亚搭讪叙旧，因为之前的经历，双方都有些放不开。尬聊一番后，饺子直奔主题，邀请奥利维亚到自家做客，共度电影之夜。奥利维亚表示，好莱坞的经历已经让他成熟了很多，他现在对饺子这样的小 baby 不感兴趣。饺子一听，很受打击，他痛定思痛，决定让自己变得更成熟，期待奥利维亚能够回心转意。他揪下小布的毛贴在自己的胸口，以为这样就能变 man 了，吓得吉连以为遇到了小变态，不顾约会撒腿就跑。小布觉得饺子根本不懂女人，拉他出去见识见识。木瓜男就是我辈中的一流高手，他当街骂了几句粗俗话，就把一个新装训得服服帖帖。饺子从这个真实案例中醒悟出一个道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于是他有样学样，转天换上了一身酷哥装扮，敲开了奥利维亚的家门，约他周末去玩。奥利维亚本想拒绝，结果饺子几句脏话一出口，这妮子果然就服帖了。两人在公园里吃着冰淇淋，就私定了终身。后来奥利维亚在家开派对，邀请了许多在好莱坞认识的明星，其中不乏小鲜肉。饺子立即打翻了醋坛子，直接把小鲜肉给怼跑了。奥利维亚很生气，说他们还没正式结婚呢，他想跟谁来往都是自己的自由。饺子一听大怒，马上举办了婚礼。他的玩具熊当神父，见证了这神圣的一刻。婚后，两人住进了纸屋，奥利维亚搬来自己的儿童厨具当嫁妆，两人很快就从恩恩爱爱变成了仇人，见面就大吵大闹。奥利维亚还和小鲜肉搞婚外情，给饺子戴了好大一顶绿帽子。悲愤欲绝的饺子一把火烧了房子。看来老话说的不错，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啊。另一边，皮特跟路易斯去看了一场青春电影。他本来以大男子自居，对于这种小女孩过家家一样的电影嗤之以鼻，认为是同性恋才喜欢看的货色。碍于路易斯的面子，才勉为其难地坐在了电影院里。结果看完后，就属他哭得最大声。令路易斯没想到的是，皮特从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他抱着纸巾，眼泪汪汪地看了一个通宵的青春治愈片，泛滥的少女心简直要化成了一片海。皮特还口出名言：在看这些电影之前，我以为女人只能让我的弟弟流泪。看完这些电影之后，我才发现女人也能让我流泪。他决定要拍一部自己的小女人电影，虽然眼下是演员待定，剧本暂无，但皮特导演不怕任何困难，他叫来朋友们帮忙。主演乔是一名健步如飞的医生，靠着一双像素飞毛腿拯救了跳河寻死的女主。一顿胡乱折腾后，这片子总算在家庭小影院上映了。街坊邻居们看完之后纷纷表示，这是他们这辈子见过的最烂的一泡屎。可怜皮特的少女心就此碎成了渣子，出师未捷一身屎啊！